华国锋明明是粉碎四人帮的大功臣，却被自己人请下了台。4年前，他和叶剑英联手，一举粉碎四人帮，党的主席、军委主席、国务院总理3个最高职务一肩挑，全国到处挂他的画像，英明领袖的称号响彻大江南北。可4年后，政治局连开9次会议，讨论他还能不能当主席。他的支持者们相继辞职，他彻底成了光杆司令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叶剑英也站出来做了自我批评。1976年10月，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，一举粉碎四人帮，一夜之间成了挽救党和国家的大功臣。党的主席、军委主席、国务院总理3个最高职务一肩挑。那时候全国到处挂他的画像，人民日报天天登他的照片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称号家喻户晓。1978年底，11届3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全部职务，华国锋的处境瞬间变得十分尴尬。他表面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，但实际上真正拍板的人已经换成了邓小平。1年后，华国锋的支持者们相继辞职。汪东兴在11届5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副主席，紧接着季登奎、吴德、陈锡联也提交了辞呈。他们一走，华国锋彻底成了光杆司令。1980年8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有人正式提出华国锋不适合继续当主席。这话一出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政治局连开9次会议，讨论华国锋适不适合继续当主席。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5日，政治局委员轮流发言，把华国锋的功过从头到尾捋了一遍。这场会议没有对外公开，没有新闻报道，甚至连会议记录都被列为机密。但它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走向，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命运。陈云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，他先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，揪出四人帮，对党有很大贡献。但是接下来话锋一转，粉碎四人帮之后，党内的气氛并不轻松，也不敢畅所欲言，使人大失所望。而在此之前，陈云就已经和李先念去找过华国锋，当面说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，你这一辈子的工作加号多少减号多少，自己心里要有数。这话说得很直，没给华国锋留面子。但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叶剑英的表态。4年前，叶剑英和华国锋共同粉碎了四人帮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在会议上自我批评，说自己当年宣传华国锋时讲了过头话，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。这番话等于给华国锋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。9次会议，华国锋没有一次缺席，直到最后一天，他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。但是6中全会正式决定之前，他还是主席，还要以主席身份接待外宾。在华国锋快要辞职但还没辞的那段时间里，华国锋是什么态度？他又将如何自处呢？他的工作又有谁负责呢？请点击头像进入主页观看下集。